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在之前呢，我们录过非常多的一个 Soundbar 产品，有网友就讲说，那这样你们可不可以在这种 Soundbar 产品之间去做一个点评？因为你每次录的时候都是只有在讲单个产品嘛，但是我购买的时候我是好几个品牌在面临选择啊。所以这一集呢，其实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所谓入门 Soundbar 的一个，我就挑了几个组合出来哦，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产品比较之间的分析哦。那首先在选这个产品之前，我在想我们的 Soundbar 产品要分成几个类型哦。第一个类型便是所谓它没有后环绕，它是单支型的，或它单支型可以加重低音的一个形态哦。那为什么先把这一类分出来呢？就是常常客人在我们店里面买 Soundbar 的时候，我就会请他第一个想的事情就是说，你的空间或你想不想要去摆所谓的后环绕喇叭，因为这个事情呢，便会决定了它整个产品的体验感受就最大的不同。因为你没摆后环绕喇叭，基本上你是听不到来自后方的环绕声音的。那更甚至就是说，因为你没摆后环绕喇叭，现在很多后环绕喇叭会做所谓的天空声道，那你没摆后环绕喇叭，会导致你的天空声道的感受也变比较薄弱。那通常这一类的消费者就是说，他的空间的关系，或他不想弄得太复杂，他使用上比较喜欢简洁，那他会选择不摆后环绕。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这种类型的需求也许比较小众，所以单支型的，我觉得我从低价位到高价位，到时候把它并在一起讲这样子。好，那第二种类型便是说有这个后环绕以及重低音组合，但它的价位呢，在总价大概在3万元以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如果大概率来讲，你在买第一组 Soundbar 的时候，也许2-3万块会是你一个选择的算是一开始的预算啊。当然也有人讲说，我一开始预算就10几万，我预算就10万，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算是普罗大众的一个正常的状况，那这种就不讲这样子。那当然第三种呢，就是所谓的3万块以上的，我把它讲说就是有后环绕啊，然后有重低音啊，算是这种旗舰级的一种产品了。那我觉得Soundbar产品我们分成这3类来去，也许录个3集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会比较好去做一个理解哦。好，那我今天选的选手呢，在我右手边呢有看到4颗这个环绕喇叭，因为如果我都要把主Soundbar拿进来，还有重低音整组拿进来，其实这个画面就太挤了。他们家的声霸声霸真的 Q700C 它没有什么好挑的了。我最新推出了这个 HT-S2000 型的声品牌日本山叶，它所最新推出的这个 True X Bar。最外侧的飞利浦的 TAB 8967，那这是它的后环绕，以及呢 Sony 的S2000。那 S2000 它虽然是单支型的 Soundbar， 那它单支的状况，我觉得我们到就是另外一集讨论。但是简单来讲，它可以搭配他们家的 Sony 的 RS3S 以及 SW3 去组成一个组合式的算是环绕音响。好，那接着呢就是这个三星 Q700C 它所搭配的 9500S 后环绕，以及呢最近刚新出炉的热腾腾的 Yamaha X50A 的这个后环绕。好，那为什么会选这4组呢？其实因为有的客人或者有消费者想说，你怎么没有选其他品牌？因为我觉得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就是这几个产品应该就涵盖市场上，你一开始在选的时候，大概就会面临到这些的选择啦。那其他比较同属性的就没有选进来。那首先现在讲一下价格哦，那个在里面最便宜就是 TAB 8967，那它本身有 Soundbar， 也要有重低音，也要有后环绕。价格的话，整组目前大概是2万多这样子。那接着呢，我们讲到 Sony 的 S2000，如果以定价来看，其实 S2000 它不算在这个就是3万元以下的这个组合，因为我记得它 S2000 定价就将近15900。重低音 SW3 差不多接近9900，然后环绕RS3S 将近11000的价格，所以加起来比较贵。但是它有时候会做一些夏季或是活动促销的活动，所以这样算下来，它加上这个重低音后环绕也是将近3万元的价位哦。好，那接着三星的话，它的这个9500S 加上它的 Q700C 的本体本身是2万出头。那这个后环绕 950S 是1万多，但他们也是常常在做活动，所以你买起来基本上应该也是3万块以下搞得定。好，那接着讲到这个雅马哈的X50A，
基本上它的定价策略就跟三星的 Q700C 很像，那就是说它本身 X50A 的本体加重低音是2万出头，那后环绕的话，你一上买2颗也是1万块这样子，但是它现在有一些活动，所以基本上你这3万左右你也可以搞得定这样，所以以目前的3万左右入门的组合来讲，我觉得这几个就算是这当中的佼佼者了。好，那介绍完这个出场选手之后，我们再讲一下，一般我在做一个 soundbar， 就我自己，假如说今天有这个原厂他拿一个产品来啊，问我说，你们要不要卖？那我通常我在听的时候，我会怎么去做一个检视呢？其实我觉得，一般消费者在选的时候也很简单，从2个方向去看的，一个就是看电影的表现，那一个是听音乐的表现。我靠，那这个讲完，大家可能说，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你这个讲完好像什么话都没有讲啊，对不对？好啦，那其实当然这2个大方向里面还要再去做细分。第一个就在讲说，你看电影的时候，什么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当然是环绕感嘛，因为你都叫环绕剧院了，你没有环绕感不好，那看起来就没感觉。那第2个呢是这个重低音的表现，因为你看电影嘛，这个重低音的整个效果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第3个呢就是所谓的天空声道。其实天空声道应该在最近这几年你才开始在soundbar上就是有明显的感受得到，就如果你在5、6年更之前，大部分的soundbar你是体验不到天空声道这一环的，所以在近几年的soundbar评比上面，我觉得天空声道这个因素也会占得很重要的，因为它这个体验是以前的人他体验不到的，所以这个也会列入考量。那当然第4个呢就是所谓人声的感受。但是人声的感受，我觉得现在入门的soundbar大家都做的，其实彼此之间落差不会很大。因为你看电影，如果你人声做的差，你想想看，soundbar本身就是以看电影为主嘛。你人声要是口白都做得不清楚了，基本上你在这个市场上你就不用混了，你就直接出局了这样子。所以以看电影来讲的人声，我觉得这4组选手都不会做到一个太过偏差的状况。好，那电影的部分讲完，我们就来讲听音乐的评比的项目。听音乐评比的项目的话，我觉得刚刚讲的人声这点就回到音乐来讲，就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看，像我现在我在录影片，然后或者是电影的对白，它其实是比较没有所谓音高的，就低音高音的变化的，它就是一个讲话的一个频率。但你唱歌你不一样，你唱歌你会有高亢的声音，你会有低沉的嗓音。那人声表现的这种高亢啊、低音啊表现的好不好，这就是很考验这种一个喇叭它的能耐的这样子。所以在听音乐的时候，人声的表现是至关重要的。那第2个呢，就是这个乐器的细节度，那这个在听音乐也很重要。那你会说看电影的时候，电影的音效的那种细节就不重要吗？我觉得也不是，但是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在看电影的时候跟听音乐差异最大的在哪里？就是你音乐的话，你背景一直会有，假如说鼓啊，会有 bass 啊，会有钢琴，会有吉他，会有各种的乐器去做长时间的演奏。那你电影的话，其实你大部分看的状态可能就是他男女主角对白，然后开枪的时候有枪声，然后加入一些环境的声音。它其实很多时候它的声音的也许这么讲，它大部分场景之下，它的一个复杂程度，或你的注意力你并不会放在一些，像看电影注意力不会放在背景的枪声多利落，或背景的那个枪声跟人群的那种尖叫声有没有做得很分离。但你对主角的大部分的时间是关注在主角对白还有画面嘛。但音乐就不一样，音乐假如今天背景有鼓、有 bass、有吉他，还有人声，其实你会很 care 说，人声的清晰度、吉他的清晰度，然后鼓跟吉他还有这些乐器之间有没有都分得很清楚哦。所以乐器的清晰度在听音乐的时候非常重要。那第3个当然还是落到这个低音啦，因为很多人他很喜欢听这种电子的音乐，其实也不只是电子的音乐，你听很多爵士乐，假如低音的那种大提琴啊，那你听一些 K-pop， 就是韩国流行音乐，现在这种电子音乐他们重低音都录得蛮重的，所以低音在听音乐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好，我们讲了这些细部的评分的项目之后，就要开始来讲这个所谓的评比了这样子。那当然最后还有一项就是所谓的操作的方便性啊，假如说或者一些调整的方便性，那像三星基本上他们家有 SmartSync 的 App 可以去做一些 soundbar 的调整，那 Yamaha 他们有自己的 App， Sony 呢也有。
那飞利浦的话，它就8967它就没有，那你基本上都要透过遥控器去做所有的设定的操作，那以及呢一些 App 的反应速度 ，AirPlay 的连线的反应速度，那这个部分就是也会算在评分的项目里面啦，这样子。但是这个有时候跟价位也有关系，所以但是我们后面也会跟大家细细的讲清楚哦。好啦，所以前面我们讲那么多，讲了这个介绍的出场的选手，讲了我们一个评比的项目及标准。那接着我们就开始从这个第1号最外侧的 TAB8967开始讲起哦。好，那如果你对于这些选手不熟悉的人，其实都可以看向我们的以前的影片，我们都有针对。其实现在在我桌上，甚至以后出现在我评比里面的一个 soundbar 产品啊，它都会是我们有开箱过，那以及我们有展示过的。那甚至我为了录这一集呢，我是有再去把这4个选手再重新拿出来重新听一下的。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呢，这个现在的 soundbar 是这样子哦，它有时候韧体更新有可能会改变它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我们当初开箱的时间跟现在已经有一段距离了。为了不让大家就让大家得到最真实、最及时的资讯，所以以示负责。任何就是上这个评比擂台的选手们，我还是会再重新听一次他们的。好，那我首先现在讲 TAB8967简单讲一下它本身的组合，有重低音，有后环绕，有本体。那它的也支援所谓的这个蓝牙还有 AirPlay 的功能。那我对它的首先看电影以及听音乐来讲，我觉得当然它比较便宜，所以你说它要跟其他3位比较贵的选手去比较，当然我是觉得有点不公平。但简单来讲，我用一句话就是来总结一下 TAB8967它的表现哦。我觉得它就是这样，它可以听音乐或看电影很好听，但是它的这个设定呢，只能同时符合一个选项。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你把它调整成适合看电影的音色，它听音乐低音就会超级轰。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把它调整成适合听音乐的音色，看电影的时候，那个低频收敛的速度就会太快。那由于它本身没有任何的 APP， 都要靠手动的遥控器去做调整，所以基本上你几乎不可能在听音乐与看电影这2个状态的参数之间去做一个快速的调整哦。所以我觉得这是它一个比较大的致命伤，就是听音乐与看电影，你2者大概率只能择一这样子。好。那第2个都在讲说，它的 AirPlay 的连线，相较这种其他家的产品，它的反应速度真的就比较慢。我在连它的时候，我大概要等到也许5到6秒，它才会开始播音乐。这当然跟家里面的速度、网络速度有关。但简单讲，它的 AirPlay 的连线的反应是比其他的厂牌都来慢的一点的。那第3个比较，我觉得也算是比较致命的缺点，就在讲说。它的后环绕，其实严格来讲，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无线后环绕。就是它的后环绕的形式是，它需要其中一颗环绕喇叭接电，然后呢，这颗环绕喇叭再借由一个 RCA 的讯号线送到另外一颗的右环绕喇叭。那它原厂附的 RCA 线，我记得也不是很长，所以变成说，如果你沙发宽2-3个人座位的，你可能就要再另外去买这个 RCA 线。那当然，再另外去买 RCA 线会是很大的缺点吗？我觉得也不是。但是就重点来讲，就是它的环绕的表现的音量，我觉得也不算是很出色的，就是很大声的。但是也必须老实说，2万多元的这个价位，如果你是其他的厂牌，你大概率只能买到主桑巴加重低音。那这个飞利浦的 TAB8967，它就给你2万出头，你可以同时体验到有后环绕，有这个超强的重低音，然后清楚的人声电影的表现、音乐的表现。只是说，你可能要依照你的使用形态，也许大部分人是把它调整在一个看电影形态的一个参数，但是相对来讲，你就会牺牲。我觉得那个落差是真的蛮大的，就是真的有一种。你那个参数调好，就是每一边可能都是可以对比这种高级的选手来讲，可能都落在80分。但是你一般另外一边没调整的那种等级，就落在我觉得不及格啦，甚至30-40分就很惨很惨。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的感觉是这样。好啦，那这个便宜选手就讲完了。那接着我们来讲这个 Sony 的S2000哦。S2000基本上它搭配 SW3 还有 RS3S 的组合啊，就是
整体的价位来讲，算是这里面最高的。但是首先呢 ，S2000 它没有这个 AirPlay 或是一些 WiFi 的功能，但是它有所谓的一个 APP， 你可以去做音色的调整，以及呢这个就是一些环绕喇叭连线的处理哦。但是呢，基本上 Sony 他们家的调整参数并没有很多，你只能去做一些简单的人声的加强。那环绕的话，我建议你 RS3S 一定是要开到最大的这样子。那我觉得 Sony 这组的音色来讲啊，首先它的配上 SW3， 它的低音量感是可以做到最重的，就是在这个价位里面，如果你是喜欢看电影的人，然后你也很喜欢听那种电子的音乐，那 S2000 加 SW3 这个组合，它给你的那种低音的，就是整个能量感会是真的是最强烈的。好，但是比较可惜的是说 S2000 它没有所谓的天空声道，然后 RS3S 它也是没有天空声道，所以你在听的时候，它的天空声道表现就是因为没有嘛，所以你是听不到的。那环绕的话，我觉得Sony 也是比较中规中矩，就是你就算把 RS3S 开到最大声，那它的一个环绕的音量，其实也是属于一个比较自然，就是属于刚刚好的一个临界这样子。所以看电影我们讲到低音，我们讲到这个环绕表现，讲到天空声道，人声的话 ，Sony 的话，它有这个语音模式的2档可以去做切换，但是基本上平常我不会去开这个语音模式。那它的人声表现，我觉得对比三星来讲，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厚的人声，就它不会让你觉得很疲乏或穿刺感很重这样子。那听音乐的部分，我觉得 Sony 的话，它的乐器细节是有的。然后，但是它的乐器细节有时候相对于人声的比例来讲，我觉得乐器细节给的比较多。那如果你重低音又开比较重的话，也许乐器细节会有一点盖到人声，就是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样子。然后人声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它的声音属于后声的。那你如果看一些，我觉得它如果你听一些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假如说选秀节目、歌唱节目，它本身的录音录的人声录的比较嘹亮，或是以人声为主体的音乐，你在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刚刚的好。但有时候你在听一些，假如说人声录音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在整体的比例没有那么明显的时候，你就觉得人声稍微有点闷呐。这个是算是对 S2000 听音乐的一个感想。那低音当然不要讲究量感，它真的是最多。好。那接着我们来讲到第3位选手，就是三星的这个 Q700C。那首先要讲的就是说，我在测试它的时候，我是有测试过开电视那个魔幻音场，以及把这个魔幻音场功能关掉了。简单来讲就是说，三星他们家的 Soundbar 可以跟三星电视去做搭配，让电视的喇叭一起发声，去辅助它整个三星的这个声音的表现哦。好。那讲一下三星它本身的 Q700C 它的本体加重低音，那 950S 就是另外加购的后环绕。然后这主要特别讲一下说，它的加购的 950S 的后环绕是有天空声道的，然后在 Q700C 本身上面也有天空声道。所以呢，这么多单体的配置上面，我觉得如果以看电影观感来讲，Q700C 的天空声道的感受是最强的。那如果要这个测试的话，最近有找到一个片段，真的是非常不错。那这也是有时候消费者来门市，大家会分享一些片段，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交流。就是那个如果你在 Disney Plus 上面可以找到一部，这个叫什么赛道狂人吗？还是什么赛道？就在讲福特跟法拉利车队之间的那种对抗。那它有一幕就是40几分的时候，会有一个飞机从头上飞过去。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用 Q700C， 不论你有没有开启魔幻音场，我觉得那个天空声道的感受还是以这个价位来讲，的确有一说一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好，那人声的话，其实我觉得 Q700C 也看电影也还 OK， 就是在人声的清晰度或什么表现上面，我觉得也都不错。那重低音来讲，相比其他目前台面上的选手，我觉得三星他们家的不管是 Q700C 或比较高阶的 Q990C， 它的低音的不管量感可能还 OK， 就是但是也不是算多，
跟其他重量级的选手比起来，但是它的下潜、它的低程度是比较不够的。那在清晰度上面，我觉得也算是中下段班啦。但是考量到它的天空声道或环绕效果来讲，我觉得是不错的。然后另外讲一下它的后环绕的话，我觉得也比 S2000大声，所以它整体的环绕效果，我觉得是比 S2000 好的。再加上它天空声道的表现，所以看电影来讲，我觉得如果 Q700C 跟 S2000 这个组合比的话，我是会投给 Q700C 一票的。好了，那看电影的部分讲完了，我们接着讲到听音乐的部分。听音乐的话，首先 Q700C 它有支援这个 AirPlay， 那他们有 Chromecast， 所以你在手机的连接上是非常的方便的。那在它的一些 App 的操作上，我觉得调整也算是简单好调啦。哦，对了，另外题外话说一下，就是我在测试这个4个产品的时候，基本上我都有做我参数上的一些调整，我并不是用他们预设上的参数哦。其实我觉得你用预设参数有时候听，不太准。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参数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定，其实看我们之前的这4个产品的影片里面都有提到。那大家如果没有看到，或者是还是想要这些参数的话，可以在我 YouTube 留言区底下留言哦，再请我们的小编同事到时候整理出来，弄成也许图片或者直接弄成文字整理给大家。好，那Q700C 它的 App 很好去做调整，那还有支援 AirPlay 支援 Chromecast。听音乐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 Q700C 的一个短板了。我们刚刚讲到说，看电影的人声跟听音乐的人声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句话在三星的 Q700C 上面就很好的去验证，就是说，Q700C 它在看电影的人声表现它是 OK， 厚度也都有，但到音乐一旦它要表达那种就是高亢啊或低沉嗓音的时候，它相比也许 Sony 或者是我们在讲的 X50A 3叶的产品来讲，它的人声的厚度就差了那么一些些。这个人声的厚度差一点点，就会让你觉得说，听音乐的时候，人声那个唱歌来讲，它并不是那么的真实。那第二个，再讲到它的乐器的清晰度，这个Q700C 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弱势的，就是它在播一些电影的音效的时候，那种可能还 OK，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因为它重低音的量感，它的清晰度重低音有量感，但是清晰度不是很够，所以有时候会盖到它的一些播电影的特效的细节。但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你也不会很 care 背景的这种音效，所以呢，你就没有那么注意到。但这个东西到听音乐的时候，它就整个算是展现，你就完全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一个面向，就是它的乐器的表现细节，我觉得。不管是对比 Sony S2000， 对比这个 Yamaha X50A， 它是属于末段班的一个表现。好，那听音乐的低音就回到刚刚看电影讲，就是量感可能有一些，但它的低程度跟清晰度，我觉得不算是到很优秀这样。所以简单来讲，我觉得 Q700C 它是一个比较偏向看电影型的 soundbar。好，那当然。最后就是说，它有配这个魔幻音场，在看电影的时候会更进一步提升它的效果。那这个提升的感觉呢，简单来讲就是说，以赛道狂人嘛，赛道狂人它的有一段最后1小时又30几分吧，在讲他们最后在赛跑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开了魔幻音场之后，整个声音的音效会从电视的高度，假如赛车的一些那种排挡杆啊，然后车子从前方左右呼啸而过，那个声音会。比原本没开魔幻音场的时候来的声音比较高，就是跟你的耳朵是同一个高度的。所以简单讲，开了魔幻音场在看电影的效果是增加。好，那我们最后来讲到这个最新出的 Yamaha 的 X50A 嘛。首先我们来讲看电影的部分哦，看电影部分它的整个的环绕音效，简单讲 Yamaha X50A 的环绕音效，我觉得是这几款里面做的最好的。为什么？我之前有讲过 X50A 环绕喇叭，你看它现在体积哦，虽然这么小，但是其实它的音量呢，却是这4个选手里面它的环绕音量可以做到最大。那加上它的体积也比较小，所以其实你在摆放上你是更有机会离你的耳朵越近的。那离你的耳朵越近，那它音量可以做到最大，这也代表说你在调整上你是可以让环绕的音效是在你整体的电影的比例里面是非常显著的。那我觉得。这点对于说
因为你刚接触 Soundbar 嘛，很多人刚接触 Soundbar， 你一定对环绕音效你没有体验过，所以你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你用这个 S50A， 你就会体验到一个非常刺激的环绕的音效。那有好的环绕的音效，你看什么东西会改变呢？其实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改变。像很多人甚至看韩剧《黑暗荣耀》里面，《黑暗荣耀》里面我记得第2集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女主播在跟他就花钱请人家写稿，然后那个写稿的小女生她写得很不错，然后那个女主播就跟她讲说，你就滚出去吧，挑一个你喜欢去的国家，那我就帮你买机票让你出去玩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小女生就会从这个办公室往外面走。那这个时候你用好的环绕音响，你就会听到这个女生往外面走的时候，方向会跟着出去这样子。然后女主播呢，接着也会一起从这个办公室出去，然后你也会听到所谓的环绕的由前向后的一个环绕音效的展现的。所以在 X50A 上面，我觉得它的环绕音效真的是非常的棒，可以说是目前选手里面的一个第1名。那至于说天空声道 ，X50A 的前方本体有2颗的一个天空声道，但坦白说，我觉得在天空声道的表现上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中庸的表现啊，就是你不会有特别去感受到说，哇，它的天空声道很利落，或那个定位很明确这样子。好啦，那接着讲第3个，讲到这个低音。低音的话，我觉得 X50A 也是在这个4个选手里面，我基本上觉得它是最杰出的。为什么？也许从量感来讲 ，X50A 的低音它没有像 Sony 的 SW3 那么的就是可以做到那么的大的音量，但是它应该说音量仅次于 SW3， 但是它的低沉度、清晰度，我觉得是比 SW3 好很多的。所以你在用这个雅马哈的 X50A 看电影的时候，你是真的会感觉到，假如说一些地震啊、炸弹炸下去的场景，你是可以感觉到一个身体更有共鸣感觉的低音，这就是低沉给人们带来的这种电影的感受。好，那接着第4个就是人声。人声的话，我觉得雅马哈它基本上我们之前讲到说它没有所谓的中置的声道，但是实际上你在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雅马哈 X50A 的人声的表现，它的厚度跟它调整来讲，它不会像 Sony 做到那么就是有时候太厚了，甚至到有点闷。它会介于说 Sony 跟这种三星 Q700C 之间这种厚跟薄做的一个算是浓鲜合度。好，所以基本上看电影来讲，我觉得它的感受是跟 Q700C 是坐在这4个选手里面是前段班的。那我们接着讲到听音乐，X50A 基本上我觉得它听音乐也是目前的 Soundbar， 你说这个集聚里面算是第1名的，应该说第1名，好像说第1梯队好了，这样怎么讲呢？X50A 我觉得它本身的首先是听音乐的话，人声的高亢或者一些低音的表现，我觉得都是没有话讲的。然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它的乐器的一个分离度，它的乐器的分离度以及细节呢，在这个集聚里面，基本上你只要去现场，然后直接播放同样一首歌，你不管播放流行音乐、古典音乐，播放什么任何类型的，甚至交响乐，你只要一播下去，然后你再拿其他的选手一播，你马上就听得到这个差异，那个人声的情感表现，然后乐器的细节，然后整体的那种人声乐器的清晰度都好太多了。那听音乐的时候的低音的表现，我要讲，这个时候你也会再次感到 X50A 它的强大之处哦。X50A 的重低音呢，它在听一些电子音乐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嘛，它量感虽然不及这个 Sony 的 SW3， 但是它的低沉度以及清晰度做得很好。所以像我在听，你甚至听一些流行歌手，你听一些，假如说 OZ， 或者是你听一些周杰伦，你听什么这个就是你听一些独立乐团，你听一些外国的流行音乐，你听韩国的 K-pop， 他们那种很多重节奏的音乐，你在 X50A 上面听是非常的过瘾的。所以然后当然 X50它也支援这个 AirPlay。当然它不支援 Chromecast， 所以用 Android 手机用户你要用蓝牙，这个我们之前也都有提到过。然后本身 APP 的操控来讲 ，X50A 也做的还算简单，然后它的遥控器上面也做很多这种操控参数的调整，所以我觉得，以听音乐、看电影来讲 ，X50A 真的是算是我心目中目前的一个首选啦。好了，那其实讲了这么多之后，其实。有的观众朋友说，那你播一段来听听看吧。但是，因为其实有时候录音是这样子，你麦克风摆放的位置
只要摆的差一点点，它那个音色表现就会不一样。所以如果说要录音的话，其实我如果真的有偏颇，想要让哪一支听起来比较好听，那个都是我随手就可以做得到。所以我觉得在比较的时候去做所谓的录音，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准确啦，这样子，因为这个跟你的后置跟你的一个麦克风摆放、麦克风的种类就占了太大因素。所以呢，最后呢，我觉得我们就直接来一个总结啦，就是说以目前来讲，我直接讲说以看电影的排名来讲，我觉得看电影，也许 Q700C。雅马哈的 X50A 我会放在一个首选的部位，那 Sony 的 S2000 跟这个 TAB8967 就在比较后面了这样子。那接着如果听音乐的话，一样 X50A 还是摆在也是同样是第一顺位哦。那如果接着来排的话，就是 Sony 的 S2000，然后飞利浦，然后三星 Q700C 就是在后面了这样子。那但是呢，我要讲一下说这个四个产品的，就是特点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看像 TAB8967，它就是价格来讲它是最便宜的嘛。那其他三个人基本上X50A 跟 Q700C 加 90S 可能差不多。那 Sony S2000 就是它是最贵的这样子。那但是以 Sony 的 S2000 来讲，它有着什么优势？它可以单支型的状态，然后可以单支型加重低音，也可以单支型加后环绕。所以简单来讲，有些人他可能怕重低音吵到邻居，他就是 S2000配后环绕，这是他有的灵活的选择。然后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也很重要，就是说，你知道男生有时候买东西就是这样，你不太可能，虽然你有3万块的这个钱，那但是呢，你家里面的某个人可能他不会一次让你拨出这个3万块的预算。我想大家。各位广大的男性，这个是有切身的痛楚的这样子，所以呢 ，S2000 它有个优势就是说，它可以做所谓卡位的动作。你今天呢，可以跟你家里面另外一半先讲说，我们先买这一支1万多块就好了，我们先来听听看这样子。后环绕跟重低音，我们先不要买。但是你带他去试听的时候呢，就是店员就播完了之后，然后听完了很好的效果之后，你就只买一支回家。只买一支回家之后，你的另外一半在听的时候，他一听单支的表现，然后一想到，他在店里面听到那种环绕的感觉啊，重低音的感觉是多么的美妙。也许过了2个月之后，你们家的财政部长就会讲说，这个月预算下来了，去把那个配件把它搞齐一下这样。所以呢，对于很多的男性来讲，这个 S2000它代表的是不只是一种组装上的弹性，它也是代表的说这个东西能不能进得了你家，它能不能进得了这个就是你的家门，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那Q700C 的话，当然如果你有3星电视的话，你可以考虑它，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如果你又是以看电影为主的使用者，Q700C 它的天空声道、它的环绕表现，那搭配3星电视的这个魔幻音场，我觉得整个看电影的表现，在这个Soundbar的价位带里面，它基本上是前面的佼佼者嘛。但如果你是爱听，就是以听音乐为主的用户，就要特别的去试听一下。那或者是你爱看电影又爱听音乐，比例一半一半，我觉得你要特别的去试一下它听音乐的效果，你是不是满意哦？好，那雅马哈的 X50A 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你不管用什么品牌的电视，你用 Sony 的，你用三星，你用 LG 的，基本上你都可以闭着眼睛买它啦。因为常常我也跟大家讲说，你Soundbar类你可以买新，就是买新不买旧，因为新出的它肯定的对手就是拿现在市场上最强的去做比较。那同时我觉得雅马哈们在做这个 Soundbar 的时候，有时候雅马哈它的确推产品是推得很慢。但是我觉得它只要推出来的东西，基本上你在质啊、品质，然后在声音表现上，你是绝对不会失望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如果你是喜欢听音乐的人，像很多人他常常讲说Soundbar听起来声音有点塑胶，有点假，有点不真实。那这是雅马哈的这个 X50A， 我建议你可以听听看，也许还会改变你的一个对Soundbar听音乐的一个看法，也说不定。那当然，你爱看电影的人，我觉得 X50A 它的环绕效果很棒。那可能有些人会 care 说它没有所谓的这个中置声道，但我觉得看电影来讲，它的表现是你基本上你不会感受到它没有什么中置声道不中置声道。
那如果你又是很 care 天空音效的，我会说，基本上以这个价位来讲，天空声道表现也许当然说 Q700C 比较好一点，但我觉得第一个天空声道它在你的看电影的比例来讲不会占到那么的大，因为你一定是一个电影里面有天空声道的场景，也许几秒钟就结束了，但是你环绕一定是时常围绕着你的。那听音乐这个也是每天你都会用到的，这样。那你想在有限的预算去获得一个比较经济的投资，我觉得X50A 绝对它不会是一个错的选择。好，那但是要特别一提的就是说，它听音乐的时候，它的后环绕的音量要稍微去做一个调整啊。那不调整也可以，就如果你后环绕平常都开到6或7的话，它在看电影的时候环绕感很棒。那听音乐的时候会给你一个，我觉得有点像是，因为它的后环绕很大声嘛，那在你耳旁唱歌，会给你一个有点像是耳机的听感，就不会像一般的那种2声道前方左右的感觉，会给你在那种耳机上面的一个听感。那你会说这个会很奇怪吗？我觉得应该说它的这个体验是很奇妙，那跟一般的soundbar会不太一样，但是它是属于就是你可以调整，那你也可以去拥抱这种感受，这样子。好了，那这个就是这期的一个算是产品的比较了啦。其实当然我觉得有时候选购产品就是不同的使用的状态、不同的空间，那你不同的预算，其实对每个人来讲都不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呢，你买一些主流品牌肯定是不会出什么大差错的这样子。对，那当然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那剩下的一些产品，我们就在下集或下集来跟大家去做一个分析与比较吧。好，那有任何想听的、想看的，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去做留言哦。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